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期权。有人说期权是以小博大的工具，操作的好可以让你资产翻倍，一夜暴富。如果你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打开这个视频的，那我劝你啊，看到这里呢就可以关了这个视频了。因为这种赌徒心态来做期权的，按照十赌九输的惯例，你早晚会亏得内裤都剩不下的。还有人说啊，期权是洪水猛兽，一个操作不当可以让你瞬间资产清零，一无所有。正是因为觉得期权风险极高，所以多少次跃跃欲试，却每次都止步于期权交易的门外。那么期权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一种策略既能有效的降低风险，又能维持收益的稳定增长呢？答案是肯定有的。那么视频的后面啊，我给大家介绍一种策略，这是个适合新手的策略，既能稳定的获利，风险又小于直接购买股票。就连股神巴菲特啊，也在使用这种期权策略抄底股票。介绍这个策略之前啊，考虑到有些朋友是完全的期权新手，所以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什么是期权，以及常用到的一些期权概念。那如果这期视频反响不错的话，点赞数量能超过300，那后面我会给大家分享更多的系统性的期权知识和期权策略。今天呢，我尽可能用浅显易懂的语言给大家介绍清楚期权的4种基本策略。大家理解了基本策略，那以后的所有操作都会在这4种基本策略上展开。为了让大家更好的理解，我会讲的比较细。当然，如果您觉得对期权知识这部分已经足够了解了，那可以直接跳转到视频后面的期权策略，或者直接倍速播放。开始之前呢，给大家引入一个例子，说老李想在老王手里买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但是呢手头比较紧，暂时拿不出头期款，又觉得房子会一直涨下去，等凑够了钱，可能房子已经涨到150万了，所以老李就和老王商量，说老王，我能不能给你10万块钱，然后我们约定1年后，我以现在的价格100万来买你的房子。老王一听很开心啊，一琢磨能提前拿到手10万块钱，反正房子我也不着急卖，明年房价如果不涨或者下跌了，自己就可以白白拿到这10万块钱，这买卖划算。于是两个人一拍即合，达成协议。协议规定，1年后的今天，老王的房子以100万的价格卖给老李，期间呢，老李需要支付一笔10万元的费用给老王。那到明年的今日，无论房子的实际价格是多少，老李都有权利以100万的价格买入这套房子。但是呢，协议也规定，老李仅仅是有权利以100万的价格买这套房子，而不是有义务来买这套房子。也就是说，1年后，老李有权利选择放弃购买这套房子，代价呢就是付的10万块钱，老王是不会返还的。那这个故事里，我们的几个期权的基础概念就出来了。老李和老王签订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我们说的期权，只不过这个期权的标的物是房子，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期权的标的物是美股。那双方100万约定了房子的价格，这个100万就叫做行权价。那老李提前支付给老王了10万块，那这个呢，我们就叫做权利金，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期权费。1年后的今天到期，这个日期就是行权日，也叫期权的到期日。假如明年老李执行了这个期权，以100万的价格买入了这套房子，那这个执行的动作我们就叫做行权。在美式期权里呢，只要股价在行权价之上，是可以提前行权的，不一定等到到期日。比如老李老王刚签订了这个协议，1个月后房价就由100万涨到了120万，那这时候老李一看，1个月就涨了这么多，我要提前行权，这个是可以的。但是在美式期权里，很少有人提前行权，因为这意味着放弃了剩余时间的期权价值。这种情况在美股期权里，最好的方法是把这张期权高价转手卖给其他人。老李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觉得房价会涨，所以心甘情愿提前付了一笔费用。我们称这个行为为买入看涨期权，英文叫 buy call option， 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买 call。这个过程中呢，老李以10万的期权费规避了房价继续上涨给自己带来的损失。那老王呢，因为担心房价下跌的风险，所以答应以现价卖出了1年后的房子，提前获得了10万块钱的费用。我们称这个行为为卖出看涨期权，英文叫 sell call option。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卖靠。老王放弃了房价继续上涨所带来的更多收益，同时回避了一定程度的房价下跌的风险，但是无法规避房价大幅下跌的风险，因为买家虽然约定了100万，但是房价下跌幅度过大，买家有权利不执行此期权。此时呢，卖家老王仅仅能多拿10万块钱的期权费，或者说是权利金。那1年后，这样的一个故事呢，会有以下3种结果。如果1年后房子上涨到了150万，老李自然开开心心的花100万去老王手里买这套房子。这时老李花费的总费用就是去年给老王的10万块钱权利金以及房价100万，也就是说一共只需要花110万。但是呢，现在的房子价值是150万，所以老李用1年的时间足足省下了40万。第二种情况呢，是说如果1年后房子的价格没有上涨，反而下跌到80万了，那这个时候老李可以直接以80万的价格购买该房子，没必要去花100万了，所以老李决定不执行该期权。但是呢，1年前老李付给老王的10万块钱权利金，老王是不会做退还的。所以即便老李以现价80万的价格买了这套房子，那老李花费的总费用依然是房价80万以及去年支付的10万权利金，一共花费就是90万。本来80万就能买的房子，结果花了90万，1年的时间老李亏损了10万块。第三种情况呢，是说如果1年后房子既没有上涨也没有下跌，还是100万，那这个时候老李既可以执行这个期权，以100万的价格在老王手里买这套房子，也可以放弃这个期权，直接以100万的价格买入这套房子。但是无论怎么买，老李的花费总额是去年给老王的10万块钱权利金加上房子本身的100万的价格，总费用就是100万加上10万，一共是110万。1年的时间，老李白白损失掉了10万块。所以说房价没涨没跌的情况下，老李最大的损失还是那10万块钱的权利金。那由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对于要买房子的老李来说，无论房价跌到哪里，老李最多只能损失10万块钱的权利金。但是如果房价上涨，价格涨得越高，老李的收益就越高。如果房价的上涨是无限的，那么老李的收益就是无限的。所以说这里我们可以下一个结论，买入看涨期权，风险有限，收益无限，适用于预期股价会大涨的情况下。对于要卖房的老王来说呢，他手里有一套房子，买家呢提前1年给了老王10万的权利金，这部分权利金呢，无论房价是涨是跌，这10万都是稳定的收入。即便明年房价跌到了80万，权利金的抵消，老王也能少损失10万块。但是呢，不好的地方是，如果房价大幅度上涨，无论价格涨多高，老王最多也只能多拿10万块钱的权利金。所以呢，我们又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卖出看涨期权收益有限，能回避一定程度的风险，但是放弃了股票持续上涨的收益，适用于预期股价会横盘或者下跌，以及股价小幅度上涨的情况下。那把这个故事呢换一种形式，如果老王还是有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由于看到了近期某些大型房产公司纷纷破产，觉得未来呢房价很可能会暴跌，但是呢目前房子一直挂牌，却鲜少有人问津，老王这心里着急呀，于是老王又找来了那个觉得房价会上涨的老李。这次老王和老李说老李，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约定1年后，我还以10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你，但是呢，你知道最近这个房子行情不太好，所以呢，我先付给你10万块钱的权利金，明年无论房价如何，我都以10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你。也就是说，如果明年房价不变，你最多只需要花90万就能买到这套房子了。老李一想，以90万就能买来现价100万的房子，何乐而不为呢？于是2个人达成契约，说明年老王有权利以100万的价格把房子卖给老李，老李呢需要履行义务，以100万的价格买入这套房子，但是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老王需要提前支付10万块钱的权利金给老李。
在这个例子里呢，老王付了10万的权利金，买来了明年以100万的价格出售房子的权利。这个行为我们叫买入看跌期权，英文叫 buy put option。如果明年房价跌到了80万，那老王一定很开心，价格仅仅80万的房子能以100万的价格卖给老李。虽然之前付了10万块钱的权利金给老李，那也等于这套房子卖出了90万的价格，足足赚了10万。如果明年房价没有上涨也没有下跌，那么老王等于白白损失掉了10万块钱的权利金，等于1年的时间花了10万块钱给房子的价格上了个保险。那如果房价大涨呢，涨到了120万，那么老王有权利不出售这套房子给老李，也就是说不执行这个期权。但是呢，给老李的10万块钱期权费就白白的打水漂了。那作为老李呢，他收了老王10万块钱的权利金，等于老李卖给了老王一个可以在1年后以100万的价格让老李买老王房子的这样一个权利。老李有义务在到期日以100万的约定的价格买入老王的房子。那老李的这个行为我们叫做卖出看跌期权，英文叫 sell put option。那这个期权的风险和收益对于老李来说呢，无论房价是涨是跌还是横盘，他同样面临着3种情况。1年后，如果房价大涨，涨到了100万以上，这时老王不可能再要求把房子以100万的价格卖给老李了，因为市场上到处都能卖到100万以上，为什么要亏钱卖给老李呢？所以这1年老李白白拿了10万的权利金。那第二种，1年后如果房价没涨没跌，还是100万呢？这时候老王大概率也不会找老李以100万的价格买入了，因为同样是市场上就能以这个价格卖出去，不一定非要卖给老李。即使老王选择行权，真的找这个老李把房子要卖给老李，那由于老李之前还拿了10万的权利金呢，所以老李依然是以低于市场价10万的价格买入了这套房子，一点也不吃亏。最后一种可能呢，就是房价真的如老王预测的大跌，跌到了80万，那这时候老王一定会来找老李行权的。这时候老李会被迫以100万高于市价20万的价格买入价值仅仅为80万的房子。但是呢，由于之前还收了老王10万块钱的权利金，所以对于老李来说也仅仅是多损失了10万块钱而已。那由第二个例子我们能看出，买入看跌期权亏损是有限的，适合预测股价将大跌的情况下使用。那作为老李卖出看跌期权呢，它的收入是有限的，适合什么情况呢？判断股票价格将要上涨，或者小幅下跌，或者横盘的时候去使用。那到这里呢，我们就介绍完了期权买卖的4种基本操作，分别是买入看涨期权、卖出看涨期权、买入看跌期权、卖出看跌期权。从这4种基本操作里，我们能看出期权有2种类型，一种是看涨期权，一种是看跌期权。那在每个类型上面呢，又有2个方向，分别是买入或者是卖出。那后期的实际操作中呢，大家可以根据我总结的这个表格来决定自己究竟是要买入还是要卖出。那在这个表格里呢，大家可以着重看一下后面2个作为卖方时被行权的后果。因为我们是期权的卖方，所以一旦买方行权，我们有义务配合买入或者卖出一定数量的股票。那稍后我给大家分享的期权策略也是这2个里面的一个。那话不多说哈，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巴菲特老爷子利用期权抄底股票的策略。今天讲的这个策略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简单，就是我们上面讲过的卖出看跌期权。但是呢，理解起来如果对于没有接触过期权的朋友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首先我们回顾一下，卖出看跌期权一旦被行权，意味着我们要在别人的手里以行权价买入一定数量的股票。那我们回想一下上面的例子哈，卖出看跌期权的人是老王还是老李？显然是想要买房子的老李，卖出了一个价值10万块钱的权利给老王，
这个权利是什么呢？是答应老王1年后以100万的价格买入老王的房子，前提是老李本来就有计划要买这套房子。所以把这个例子搬到股票上，我们就可以利用卖出看跌期权的方式来抄底股票。我们拿特斯拉这只股票做例子来说明一下这种策略是如何获利的。比如说，我们计划以160块钱的价格抄底特斯拉，但是现在特斯拉的价格是168块4毛7，所以这时候我们想要以160块钱的价格买入特斯拉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时候我们可以卖出一张以160块钱为行权价，1周后到期的看跌期权。那当前市价160块的看跌期权是0.94美元一份，那么一张期权包含100份，也就是代表着100只特斯拉股票。那我们卖出一张特斯拉看跌期权，买家就要支付给我们0.94乘以100，一共要支付给我们94美元。那1周后，我们这个收取了94美元，卖出了一张特斯拉看跌期权的行为，同样会产生3种结果。先挑最坏的说哈，如果1周后特斯拉的价格跌到了160块钱以下，直接跌到了150块，这个时候买方会行权，那么被行权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要以高于市场价10块钱的价格，以160块钱的价格接手100股特斯拉股票。但是呢，以160块钱去买100股特斯拉，本来就是我们计划之内的事情。买入后股票价格下跌了，这个锅其实不该由期权来背的。相反，相比直接以160块钱的价格买入100股股票，我们利用期权还少损失了94块钱，因为在1周前，期权买家支付给我们94块钱的期权费。那如果1周后股票的价格在160块钱以上呢？这时候期权买家即使脑子进水了，也不会找你行权的，因为他在市场上随便都能以超过160块的价格把股票卖出去，为什么要亏钱把股票卖给你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1周的时间稳稳的赚到了94美金的期权费。那如果1周后股价刚好跌到160块呢？这时候买家大概率也不会找你来行权的，因为市场上随便都能以160块钱的价格卖出去，不一定要找你来买。所以这种情况下，1周的时间我们也是白白拿了94美金的权利金。当然，如果跌到了160，因为我们计划是以这个价格买入股票的嘛，所以你可以以160块钱的价格去市场上买入100股特斯拉股票，也可以继续把行权价压低，再次赚取下周的期权费。这个方案唯一的风险就是你一定要有买入股票的计划，如果没有买入股票的计划，裸卖出看跌期权，一旦股价大幅下跌，我们这种亏损会是非常大的。所以建议没有买入股票计划的朋友们避免这种方案。如果遇到股价长期横盘，或者股价迟迟跌不到我们要抄底的价格，那么我们这种方案是可以每周操作的，赚期权费赚到你手软。巴菲特当年就是以这种方式操作可口可乐的。巴菲特这么稳健的投资大师都在用这种方式去抄底，可见这个策略的安全系数是相当高的。那么我们如何确定抄底时机呢？我用富途 Momo 这个软件给大家看几种简单的方法。如果没有开户的，也可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开户。我这边和富途有商务合作，所以用我的邀请链接开户可以多拿到更多的奖励。具体奖励政策可以去看我往期的视频，有介绍富途牛牛和富途 Momo 的。开户邀请链接呢，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推荐这个券商呢，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安装很多自定义的指标。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下我经常使用的几种预测股价高低位的方法。那第一种呢，就是这种通过通道线的方法。每次股价接近通道线下轨，我们就可以卖出一个行权价在通道线附近的一个看跌期权。眼尖的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了富途位置的蓝色柱子，没错，这个就是富途 Momo 的自定义指标。那作为我个人来说，我也会利用这些指标来抄底股票。除了这个蓝柱子的指标，还有几个指标我也常用的。那用我的链接在富途开户的朋友们，可以私信我来领取这些指标。
那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对期权感兴趣，欢迎您点击屏幕下方订阅按钮，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视频里哪里说的不是很清楚，或者有不对的地方，还请大家积极评论指出。视频里提及的所有的股票买卖均是随机选择的例子，请大家不要盲目抄作业。如果大家对视频有什么想法和建议，欢迎大家在视频下方留言。小人物愿和大家一起成长进步，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